节目还没开始前，请按下订阅键，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本频道的最新影片。谢谢。嗨，大家好，我叫Kelvin，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出来吃炒米粉、炒饭，然后母亲生病，叫那个面线生病。没那么绑脚了，这个你看1个礼拜才看他出镜一次是不？老婆去剪头发啦，现在我过来 office 包洗汤盒，明天要送给顾客的还要去赶出来，还没有赶完啊。按摩摸了。他吵这不？他太热了。Sometimes like all you want to do is run. Hear me out, hear me out. It's all the things you never show. There are the things I want you to know. Secrets昨天没有上视频啊，休息一天，因为最近真的很多东西要忙，所以就没有拍到视频。对，拍到里面，那这车拍到里面。今天又是星期六了，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又1个星期又过去了。我在炒菜。爸爸怕我炒菜嘞。这个还没有完的，差不多要完了。你过去一点点可以不？这个60盒是顾客加订的，加多60盒，所以大女儿去打球了，每到星期六她都要去打球的，打羽毛球。然后明天要去送货，明天要去吉邦那边送货。甲冻，这个在哪去？我问一问你们哦，在马来西亚啦，你们觉得买电车会方便吗？如果现在你想要买车，你会考虑买燃油车跑汽油的，还是想要考虑买电车呢？欢迎留言来讨论一下。如果是换成是我的话啦，如果是现在我要换车的话啦，我个人会比较倾向于电车，还是比较倾向于燃油车呢？以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局势来看的话啦，当然是燃油车比较方便啦。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我们的汽油比较便宜，2.05块，
本讲便宜不便宜啦，以前更便宜，现在算是贵了啦。哇，然好后或许吃呀！未来有可能爸爸政府好吃会把鸡燃油价格肉的菜调得更高啦，这个我们爸爸并不知道啦。啊，不过如果以现在的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当然个人觉得哦，如果我买车还是会买燃油车了。为什么呢？第一，电车在马来西亚还不够成熟啦。第二，当然是它的价格了。哦。第三，当你的电车最主要还是要充电嘛，对不对？啊，一个充电的话呢，当然它不是马上像我们普通的燃油车，你一没有油，你去到油站一充油就有了不是一充就是一加油就有油了嘛。电车的话是你要找那个充电站嘛，对不对？而且充电站的话，不只是你一辆车在那边充的，甚至于有好几辆，有可能要在那边排队。人家还没充满或者是人家还在充着然后你没有那个充电桩这个我说的是在马来西亚当然在中国那里已经是算是成熟了啦，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会有那个电车，如果买的话，他们都会考虑either是买电车或者是混动的。马来西亚的话，个人觉得是还不够成熟了，最主要还是那个充电桩还没有完完全全充好。那么当然第三个原因就是那个价格咯。我们马来西亚为了都是进最少是10万以上的那个电动车如果它可以below10万5、6万6、7万我相信会很多人会去买的啦。当然前提是它那个充电桩必须要 ready 好，可以应付得来啦，不然的话也是很头痛的一件事。所谓应付得来是到处都会有啦，像我们像我们班丁这里，我相信目前应该是没有了。不过我在班丁有看到蛮多人驾那个电车了，特别是那个特斯拉，特斯拉很多人开了，比亚迪有时有看到啦。但是会比较少，特斯拉会比较多人驾。如果是在曼丁的话，不知道如果你要买车的话，你会选择买电车呢，还是买燃油车呢？当然那一些发生事故那些我们不要讲了。是啊。是。因为毕竟燃油车也会发生事故嘛，对吗？不要讲是电车罢了，很多人就分享那些视频就讲电车会爆炸之类的，那个锂电池会爆炸很危险所以他们不敢买电车不要开电车之类的。不过我觉得燃油车也是有啦，不过它有它的好，你们说是吗？电车有电车的好，老实说，第一它的没有声音就没有像燃油车那么吵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电车它会很有力，比较有力了。当然它最不方便的当然就是充油了。然后第三个好处，当然电车它是属于高科技的一个东西来的嘛。它有力，当然它里面的那些设置配置都会很美当然环保咯，电车最主要还是环保咯。燃油车的话，因为毕竟油靠油来走的话，油到最后也会没有的嘛，是吗？电的话靠那个发电机还会持续还会有，所以是比较环保嘛。各有各的好。不过当然，如果以消费者的来说的话啦，就是第一要方便嘛，是吧？你开车最主要也是方便嘛，对吗？它充电还要等3、4个小时，甚至于要等。如果在家，而且在家又不能够如果你要安那个充电桩又特别贵如果像中国这样子安个充电桩又没有讲特别贵的话，我相信会有很多人会考虑买电车的。这个当然也是要看马来西亚政府，也是政府的一个推广的一个东西来的啦。如果政府想要推广
更多的人开充电电车的话，当然我是觉得啦，我那个充电桩，你必须要把它做到到处都有的充电，而且在家里充电的那个充电桩也没有那么贵，就是适合大家都可以装得起的那一种。这样的话，我个人才觉得才会考虑去买了。当然，开过电车的人会讲它的那个 power， 老实说我是没开过啦，早一天要去试看开那个比亚迪。因为之前我不是有一期视频讲到那个比亚迪的嘛，他们有打电话来让我去试驾，不过我还没有考虑要买，所以我就没有去试驾啦。我是觉得我的朋友他们有买那个电车，他们讲哇很有力，很 power 之类的。不懂你们现在有开电车没有？你们觉得电车好不好？方不方便？经不经济？和如果打油起来，当然如果跟打油起来，我觉得是肯定会比较经济的啦，而且它的 road tax 也比较便宜啦。像我汽车的那个 road tax 也要到期了，保险之类的。政府当然他们有给优惠啦。目前如果你买电车的话，那个 road tax 会比较便宜，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有力，而且是跑电的，没有那么吵。燃油车当然它跑赢，它有那个引擎的嘛，所以它会比较吵。电车呢只是走电，它最主要是那个电池来发力嘛，铝电池来发力嘛，所以就没有声音。你本身有买电车没有？或者是如果你想要买车的话，你会考虑买电车。当然我讲的所谓你要买车，有可能你是要买10几万以上的啦，因为电车在马来西亚目前是10几万以上了嘛，对不对？你会考虑买电车呢，还是买燃油车呢？欢迎可以在我的留言区那边去讨论一下，去留言一下。当然我是觉得我会买燃油车啦，因为我的车才买2年左右而已，当时其实已经有电车了的。不过想一想，还是买燃油车会比较方便。因为第一，我是住在班丁的嘛，班丁是一个小康蹦来的，哇，你要找电来充就很头大了，就是它还不够成熟吧，简单来讲，有可能5年后比较成熟了，哪里都可以充电啦那时当然它价格要便宜嘛，电车会考虑买一个几十千的那个电车来开看。你们呢？你们觉得呢？欢迎留言讨论哦。然后呢，我知道在中国那里买一辆电车呢，他们很便宜罢了的，有可能中国那边竞争比较强吧。我们马来西亚这里如果买一辆电车都要10几万，就是100多千啊。所以那些比较有钱的，就是中等阶级或以上的，他们才会考虑在电车这一块。对吗？如果有几十千的就好了，是40-50千50-60千这样它充电桩又全部都很成熟这样的话我相信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个电车了。电车其实蛮不错的啦，我个人觉得是蛮不错的一个东西来的，比起燃油车啦。只是因为不方便的，充个电几个小时，然后你能等吗？如果你有买电车的，你可以换，你已经在开着电车的了，你可以留言讨论一下。你开了觉得反应怎么样好不好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你还会不会继续同样的再去买电车欢迎讨论留言。偷懒时间到了，现在下来喝茶了，这个要喝100号，所以带他下来喝茶，喝100号，我要喝茶，就在这里喝。发财了，发财了！
这么你就找给他，这么你就找给他。好吧，那我回到家了，现在开始剪片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为止了，希望你们会喜欢，记得按赞、订阅、转发我的视频哦。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感谢收看，还没订阅的观众们，快去订阅哦！感谢一路支持我的观众们，谢谢你们，我会继续把视频做得更好。